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这一次是我第一次拍 vlog 了，所以有什么拍的不好的地方，请多多的包涵。如果你有任何的建议，也可以在底下面留言给我，这样我就可以继续改进。谢谢。很快就来到大理了，那大理的海拔大概就是2000左右吧，勉勉强强属于高原的地区吧。现在我从车窗外面往外看，可以看到天空是很蓝的，然后那个云层的位置也相对非常的低，这就是高原地区特有的气象特征。在这种环境下，很容易就让人家感觉心旷神怡了。很快我们就来到民宿了。那毛毛现在在处理入住的事情，那我只能拍一下猫猫跟狗狗了，是不是很可爱？狗狗你干嘛自嘲啊？很快我们就回到街上了，那前面就是大理古城了，那是大理的主要游客区了。大部分游客都会选择在大理古城的里面或者是周边居住的。当然它也是大理的主要景点了，那我也赶紧打个卡先。那由于受到疫情的影响啊，所以现在我看到街上面的游客并不是很多，从一路过来也看到有不少的店铺已经关门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2台就是传说中的网红车了，粉色的大众甲虫跟 mini， 如果在旺季的时候是很难租得到的，但现在的话基本上是可以随随便便租到了。我们一路过来也看到在街上面停了不少的这种网红车。来到云南肯定要试一下云南米线，那我就先去尝一下咯。回到大陆，前面就是海尔门，我们就会从这个海尔门进去大理古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城墙是非常的厚，对于现在的古城来说，城墙是相当的重要的，因为除了城墙以外，里面的建筑基本上都是以仿古的形式重建的。进来了古城之后，大家觉得这个环境怎么样呢？我个人是感觉不错的，特别是这条麻石路。但是呢，大家看到这个路上面其实是有车走来走去的这样子的话就让大家感觉比较麻烦了。现在的古城基本上就是以仿古建筑形式包装起来的一条步行街，所以基本上是以吃吃喝喝跟买东西为主了。这里应该是小女生最喜欢的食物店吧。这些流动摊位吃起来可是一点都不便宜的。
那我们现在就继续往前走。总体来说，现在游客也不算多，可能是受疫情的影响吧，也有可能这个时间大家都出去玩了吧。今天天气就一般般了，我觉得如果天气好一点的话，会显得这个街道会更加漂亮一点，更加有古城的味道。我们现在看到他们正在旅拍哦，现在旅拍在国内已经非常流行的啦，基本上出名的旅游地区都很容易找到旅拍的工作室或者影楼，而他们这套衣服其实蛮流行的，我之前在街上的广告也看到过。咦，发现一个可疑人物，原来是毛毛，你在这里干什么呢？前面就是五华楼，它也算是大理古城的地标来了。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五华楼的，因为我比较喜欢古风一点的建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了。那大理古城我们也逛得差不多了，是时候去别的地方看看。前面这个城门就是南城门，这座城门是最靠近五华楼的，所以平时是最多团客从这里进出的。那它城门外面墙壁上面是有大理2个字的，所以这里也自然成为了热门的打卡位置。离开了大理古城，我们很快就来到了洱海公园。这个公园是在洱海旁边的，是靠近大理市这一边的洱海。那说到洱海，当然是非常有名的了，它是大理地区的中心地带，所以它也是大理地区的重要景点之一了。基本上大理的重要景点都是围着洱海分布的，从这个大理古城、崇圣寺、喜洲古镇还有双廊，基本上都是环绕着洱海分布的。洱海虽然大家都是叫它是海了，但是它其实只是一个湖啦，虽然也属于比较大的湖泊。这个海尔公园离大理古城只有3-4公里远，所以非常方便就可以来到了。今天天气虽然不是很理想，但是洱海作为这个高原的湖泊，而且名气这么大，就算是阴天应该也有不错的景色吧，大家一起来看看。终于到了吃饭时间了，来到云南肯定要试一下各种菌类的食品。你也知道云南人到底多爱吃菌。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菌就是松茸了，大家之前应该都有听过吧？因为松茸都非常有名啊。但是如果你要吃新鲜的松茸，还不是很容易啊。只有夏天的7、8月份才容易找到这个新鲜的松茸，因为呢，新鲜的松茸只有7、8月份才有，平时你只会吃到松茸干了。那现在看到师傅正在做的就是黄油煎松茸了，这也算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做法吧。不过事先声明一下，这个不是我们的，这个只是隔壁桌点的，哈哈，这个菌锅才是我们的。那我个人其实不是很爱吃菌的，
所以我点了几种不一样的菌一起吃。对我来说，它们的味道其实都差不多的。有时候吃一些不是很出名的菌类，反而会有惊喜哦。我们还有其他的青菜，其实都算不错了。这种啤酒就叫做风花雪月，听说是云南的特色啤酒了。如果你来到云南，有机会一定要试一下哦。我们的锅还在烧，我晕。大哥，你还要烧多久啊？我已经很饿了。吃完东西肯定要出来走一下了。那大家见到街上面的人其实是明显变多了，可能是团客已经回来古城了。现在大家看到这个衣服，我们第一次看其实是在泰国的，那后来发现它的原产地原来是在印度。泰国人把这个布料再改成各种衣服或者裙子，是不是挺有特色的？晚上的五华楼就是这样子的了，是不是也算是不错了？到了这个时间，晚上肯定是要逛一下酒吧街的嘛。那我之前都说过了，古城只不过是个噱头来的，所以古城里面有很多酒吧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了。那我们一起来逛一下。汤山里试营业，免费参观。我告诉你，下次啊，据我的经验，因为我们西安有一个酒店，在义乌小商品的地儿。我们西安有门口好大一个龙头，那儿使气儿。回民街很多这种鬼。你们说是这里呀？是这里进去吗？哎，看果然，就跟你说卖义乌小商品的地儿，我们回民街很多这种。果然。会闻到罗。这个也是个连锁店，我特喜欢买那种传说中的闻到罗，是魂斗罗吧？我小时候玩过这个。没错。这是打架的吗？两个人是吧？不是他设置。啊，对，那个是拳皇，我想起来了，那个叫拳皇是打架的是吧？拳皇97我记得还是啥是吧？我小时候玩的。但是我不知道魂斗罗。除了有东西吃，还有东西玩，的确是比白天要热闹多了。看来酒吧还是适合年轻人比较多了。之前没到晚上，我还没发现这里有这么多的酒吧的，真的各种各样都有。大家看到这条街是不是觉得它比较普通呢？但是这条街也有它的特点所在的哦。那它的特点就是在于摆地摊的这些人啊，他这些人跟我一样，其实都是游客来的。那大理呢，它其实吸引了很多人在这里旅居的。那这些旅居的人就会在这里摆摊，来帮补一下他们旅行的支出嘛。大家看，在这里摆摊的人还真不少的哦。那我们逛完酒吧街，晚上的大理古城也逛得差不多了。
不知道大家对大理古城有什么感觉了？我个人就是中规中矩吧。如果说云南的2大古城大理跟丽江相比较的话，我个人是比较喜欢丽江多一点的。那这个东西当然是各花入各眼的，每个人感受都不一样。那最后我们还有一段航拍的片段，由我们见习飞行员毛小薇亲自拍摄，但是因为飞机设计错误了，所以拍得并不好，大家见谅。